住在帐篷里没水没电，我能在30天内完成一个软体产品吗？上个月我住在青年旅馆的时候，开始了我的软体创业计划。不过因为当时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留在布里斯本，我决定暂时先搬进一个营地，用比较低的生活成本来给自己一段缓冲期。顺便我也可以专心冲刺，在这段期间把这个产品给完成。我要做的是一个语言学习的浏览器插件，这是我从零开始学韩文之后，发现没有一个完美的沉浸式学习工具，而产生一个自己做的想法。这个产品如果成功做出来，对我的事业会是一个很大的加成。它可以增加我自媒体的叙事，也可以多增加一个变现的管道。同时它也可以征服我推广语言学习方法论的方式，因为我可以直接给你一条龙的解决方案。所以我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，在30天内把这个产品的 MVP 给做出来。就这样，我的僧侣模式生活第2次正式开始。回归到住在营地的日子，我的生活变得非常规律。每天大概早上5、6点就会自然醒，准备一下早餐，吃完之后就开车到附近的图书馆去写课，就这样一路写到下午5点，图书馆关门，我再回到营地准备晚餐。说真的，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生活的。营地的设备虽然有限，但比起青年旅馆的喧闹拥挤，这里安静宽敞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更舒服的居住环境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完全使用 AI 来辅助开发，所以自然一开始的开发过程是非常原始的。一开始我就是直接跟 AI 对话，告诉他我需要什么功能， AI 就会帮我去生产程式码。不过随着开发进行，我逐渐发现这种开发方式中间的缺点，还有一些会重复一直遇到的问题，所以我慢慢整理出自己的一套开发流程，像是哪些 prompt 是可以存起来一直重复使用的，怎么用 SOP 来防止 AI 暴走，以及要怎么有效率的持续推进进度。这让我开发的过程变得越来越顺， AI 失控的状况也变得越来越少。不过这段期间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要做出这样的产品，技术难度到底有多大。虽然初期跟 AI 讨论可以得到一个估计，但是你没有实际做过，所以一切感觉都只是猜测。那我又是第一次使用全 AI 辅助开发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能够多快。我只知道如果我自己来手写这个专案，大概一定要花几个月是跑不掉的。会不会我这几个月一直卡在这个专案写不完，然后钱一直烧？中间我有看一些其他竞争对手的产品，说实话，自己开始做之后，就会觉得其他人产品其实做得比想象中好很多，这让我开始自我怀疑，我真的做得出来这个产品吗？如果我真的做出来了，真的会有人来使用吗？会不会这一切都只是白忙一场？而且随着开发持续进行，我才发现事情没有想象中的简单。常常会遇到的情况是，以为这个功能做完就好了，结果又冒出一个新的问题要处理。在你不断前进的同时，就会一直发现有新的挑战出现。虽然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写课，但是偶尔我还是会强迫自己出门，让身心的状态平衡一下。每周五我会去参加上个月提到的社交活动，我第2次去的体验比第1次还要好很多。这也让我更确定未来或许是可以留在布里斯本的。住在帐篷的这段期间，我也进行了几次约会。有一次参加完 Meetup 活动之后，我在路上就意外搭讪认识了2个女生。从 Meetup 活动认识的朋友看到，就感到非常的惊讶。在他的认知中，这种行为会被当成一种骚扰，但其实事实证明根本不会。而且后来我们还约出来一起吃饭。不过有趣的是，纵使他亲眼看到我这样做，他还是觉得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。这个也回归到我频道讲过很多次的概念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活在想象中，而是要透过现实去检验自己的认知。看起来好像是等到9点就会停了。那现在是在营地住了3个礼拜之后，终于到了我搬进新房子的日子。
OK， 到我的新家了，那就准备进去这个新家里面。一搬到房子里面，我的生产力直接爆发。露营的时候，我最多就是工作8个小时，从图书馆早上9点开门到晚上5点关门，中间还要扣掉去吃午餐的时间。但是搬进房子之后，我早上5、6点起来就可以直接开始写课。有时候就这样直接一路写到晚上7、8点，一天有时候可以工作超过12个小时以上，因为不用移动，然后又有冰箱，可以节省很多处理食物的时间。我一天可以专注的时间大幅拉长，我进入了真僧侣模式。随着这个专案逐渐成型，我心中的 vision 也逐渐越来越清晰。一开始跟其他的产品比较产生的迷惘也逐渐消失了，因为随着产品的完成度提高，我越来越能看见自己的独特卖点以及定位在哪里。我也开始感觉到我是可以跟现存的竞争对手做出差异化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已经完全消失了，终点已经慢慢进入视野。那种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出来的焦虑已经消失了。要做出这个产品，没有我原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要申请金流，要设计收费系统，要处理各种技术问题，还有行销的计划。你要非常的有 commitment， 持续坚持1个月以上，不能中途放弃。这也代表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轻易的来跟我竞争。加上我是1人团队，基本上是没有成本的。同时我自己又有自媒体可以拿来宣传，基本上非常容易就可以收支打平。1个月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做不做得出来。现在呢，虽然产品还没有完成，但是 MVP 已经接近完成了。我也开始看到我的优势，这条路或许比我想象中还要更适合我。这个月的前3周，我的身体住在帐篷里，但是我的精神上从来没有这么的富足过。我完成了一件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的一件事。这个月虽然我还没能将产品上线，但是开发已经接近完成了。下个月产品会正式进入 beta testing， 我也该开始思考什么时候我该开始找澳洲的下一份工作了。如果你也喜欢自由的生活方式，或是对软体创业、数位游牧这种生活方式有兴趣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见证这个从0到1的过程。那我们下个月见。这个月除了在帐篷里疯狂写code，还发生了一些其他有趣的事情。原本犹豫要不要留在布里斯本的我，决定留下来的契机是第2次参加 Meetup 活动的时候，当时正好是万圣节，活动场地的酒吧跟街上都非常的热闹，来活动的人没有很多，于是我们大概4、5个人在酒吧聊一聊之后，就决定转场到附近的其他酒吧去探索一下。这样跟大家一起探索的感觉我很喜欢，我觉得也比第1次的体验好非常多。后来我发现，其实参加这个活动是有点运气成分的，大部分来参加的人都只会来1次。但我发现我每周都去参加这个活动，就会跟一些常客慢慢变熟，偶尔也会遇到一些聊得来的人，后面都会持续保持联络。这也让我开始觉得这个地方是值得留下来的。我也产生一个新的心态，就是在我离开布里斯本之前，我可以先把这个地方摸熟，变成自己的地盘。这样之后，不管是要招待家人还是朋友来玩，都会非常的有帮助。未来我如果要搬到其他城市，再去扩展其他的地盘，当然也是可以的。这个月我的居住地点改变了好几次，我住了3个营地，最后搬到房子里面。中间其中一个营地还意外的帮我免费升级到一个小木屋1晚，所以我就久违在床上度过1晚。在慢慢决定我要留在布里斯本之后，我也开始找可以住的房子。这边的房子其实非常难找，就算你提出申请，也不一定会上。不过我很幸运的，第1间我看的房子就刚好申请上，所以我就绑了6个月的租约，也就是说我大概之后6个月都会住在这边。
这个月我也跟我刚来澳洲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日本人约了吃饭，然后见面聊聊。我们各自经历了各自的旅程，他一直待在布里斯本，而我则是到了农村小镇，又回到这边。相隔了半年，在一开始的城市里面再次见面，就有种重新见到新手村伙伴的感觉。住在营地的时候，我意外的从一个即将要回到纽西兰的女孩得到一个太阳能板，从此以后我就算是电力自由了。我在澳洲其实已经收过蛮多次免费的东西，这种感觉就跟 RPG 游戏里面你免费得到一个道具的感觉非常像。搬进房子之后，我前期非常的专注在开发上。那开发到了一段落之后，我也终于到附近的健身房办了会员。回归了健身，也代表我新的生活规律的拼图正在逐渐完成中。